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我们前两期呢也采访了这个Facebook 的前 Product Marketing Lead Caroline，讲了很多关于这个 Product Marketing 这个职业它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什么人适合做，以及怎么样呀，这个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career 的 path，它的这个职业发展路径是怎么样的。那今天呢，也是我们采访 Caroline 的最后一期，我们会讲更多深入的这样一个话题。那请大家记得看到最后，因为在最后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信息跟大家分享。那 Caroline，我们已经讲了2期节目了，今天最后一期了。我们的一个问题想问你的是，一个 PMM 它的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其实 PMM 也有也没有典型的一天。那我给大家不然这样分享一个典型的一周好了。在这一周里面呢，一个 PMM 可能会同时工作在2-3个不一样的项目上。为什么呢？第一个是短期，短期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个产品下个月就要发布，所以你要做 messaging positioning， 然后 go to market 的这些 planning， 所以这里面你每天你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进度，你要做这个 go to market planning。那另一个呢，就是可能你同时还有一个 project， 就是这个产品已经发布了，那么你在跟很多不同的客户在开会，在问客户为什么用，为什么不用。那也可能你在跟客户打电话问，为什么你要 cancel？ 这是我们所谓叫 win-loss analysis， 所以你可能会有失败分析。对，一定的时间都是在跟客户开会。另外一部分的时间呢，你可能是在做一些 long term 的东西，你可能在看，我今天要研究一下这个 overall 竞品的情况啊，我可能在做为下一个季度的一些产品在做一些分析，如何要做，之后要做什么，所以是中短长，就是每天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不同的 flavor。明白了。好的，那我们今天也总算是弄明白整个从 Product Marketing 它是干嘛的，然后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以及它一天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想具体的讲一讲，就职业角度来说了。比如说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如果你想找这个工作的话，你的简历应该怎么写呢？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你要找工作呢，其实我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如果你今天来看说，我们都知道 FANG， 大家都很有兴趣哈。那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抓了3个这个 Product Marketing 的这个工作的这个 posting 哈，就是说工作需求。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就在 LinkedIn 上直接搜，大家可以看到 Product Marketing 的 job 呢，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章法可循。为什么呢？你把它拆分一下，每一个 job 其实它就是有关于一点点是说 the company， 然后呢 the job， 然后接下来会给你讲一点点说 the product， 再就是说 qualifications。那右边你需要看的就是说你要做一个这4块啊，你仔细分析一下，然后你要做一个 match。你可以看说公司是这样子，产品是这样子，它的需求是这样子，你的 SWOT analysis 是什么？你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 ，opportunity 在哪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strengths 这是我们在 Facebook 讲一个很重要的，我之前都没有这样想过哈，但是给大家分享，不要觉得你还不行的地方是你的短处，只要你有兴趣，并且你有一个意愿去学，这个可能就是你的 strengths，这个很重要。当你这样分析以后，其实我们可以等一下讲这个你怎么样去来准备你的 interview。但是当你把每一个 job 都这样拆下来仔细看以后，你的简历的写法，包括你的这个你自己的个人的故事怎么写，你就会比较有的放矢。你觉得从 Google 的角度看是不是也差不多？我觉得讲挺有道理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不好？要不看说，如果我们今天这个简历因为有的放矢的写，然后而且因为我们之前前期咖啡喝的够多，那公司内部的好同学，比如像 Joe 这样的前辈，给我们把这个 interview 拿到以后，你怎么样来准备 interview？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跟大家强调，就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都只放在公司上。我自己其实我觉得，大家刚出学校没多久的时候，常常都是花80%的时间去研究公司的 news。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碰到过同学是这样子？有可能有这样的人，我也很喜欢研究公司的这个 news。对，这个我建议大家就是你花15%的时间，那你 give and take， 为什么呢？因为你最少要再花20%的时间去了解这个 job 本身，它需要你什么样的 skills，它需要最后 deliver 的这个 responsibility 就是你的 deliverable， 对吧？那然后呢，你要花60%的时间去做一个自我的剖析，你要看说我自己已经有什么经历。我自己想去哪里，我为什么是这个 job 里面最好的 candidate， 要把自己的故事，而且尤其是我们不算是 native speaker 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把你每一个可以讲的故事写下来，写成那个所谓叫 STAR， 对不对？ Situation, Task, Action and Result。这样你的时间分布上来讲，其实会比较理想，因为当你看公司 news， 我自己 interview 的时候，我有印象，就是其实我们对于我们 interview 的 candidate， 我们不在乎他对公司的了解是不是很深，因为那个我们是可以培训的，可以学。但是当他一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讲的比如说很散漫，不到点，一个小故事要讲3分钟5分钟，或者他讲自己，你给他问一个这种 tricky 问题的时候，你说，哎 ，How about an area you think you can improve？结果他没有回答，没有任何很好的答案。基本上那个时候在电话上，我作为 hiring manager， 我就会把它 write off。明白。哎，我问你啊，那根据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可以认为，PMI 的面试是比较讲究这个行为面试的嘛，所谓的 behavior 的这个面试形式嘛，就更多的是讲故事的这种方法嘛。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其实 PMI 的面试看公司，但是呢，有一些公司呢会主要着重 behavior， 就大部分的公司一定都是 behavior， 因为我们 interpersonal 很重要。但是但是有一些呢，我们像我之前在我自己的部门在 Bright Edge 招人的时候，我会要看以前的 work。这个时候我要看的是说，比如你以前写过 white paper 吗？你写过 product announcement newsletter 吗？我要看一下你的写作的功底。那还有呢，有可能我们会要求看说case study， 这个时候是看你的这个 thinking 的 process。其实对，话说回来，在 Bright Edge 跟 Facebook 我都有用过这些方法，包括我们在其他公司我们同向去比较，我知道Google 也有 case study， 其他很多一些科技公司，包括现在我在帮Intuit 公司在做一定的这个战略的分析和研究，他们也是一样。明白。那我稍微的这个总结一下，我大概听到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还是这个行为面试，讲故事 behavior question， 这是常见的。第二种呢，就是会问一下过去的工作，特别是你过去工作里面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说 artifact 呀，这个 deliverable 啊，就这个东西具体写了什么，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案例的面试 case 的这个面试的一种形式。有别的吗？我漏掉了什么没有？这是 good question。有时候会有 panel interview， panel 可能会有好几个人一起来面试，3对1，就是对多对1的面试。是说 candidate 是多还是 interviewer 是多？interviewer 多。I see， 明白。因为还有一种是叫做群面嘛，对吧？就是很多人一起来面，这种一般在 PMI 不太常见，对吧？对，这种在 PMI 不太常见。我个人的经历是以前在国内有碰到过，而且还需要 candidate 一起，还要做 teamwork， 然后他们去 observe 看你在和人家合作是怎么样。没错。哎，那我再想问你一下，比如说啊，刚才你讲到了这个behavior star， 讲到了这个 case 啊，或者是这个过去经历等等，这里面的面试技巧角度来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个职位特殊的或者特别重要在这个职位上的？就比如说哈，我们 case 有很多种，对吧？咨询有咨询的 case， 产品有产品的 case，marketing 有 marketing 的 case。那 marketing 的 case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或者特别的技能和技巧需要注意的吗？
这是 good question。我们其实作为面试，就是反过来看，我们面试团队，我们一般是怎么样呢？就是 PMM 的面试，其实我们一般是看几个层面，所以大家就是注意要体现出自己的这几个层面的能力。第一个是 overall 你对 marketing 了不了解？我们其实在 Facebook 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 hiring 的一个 role play。那比如你去谈这个 interview 的人，可能是4个人、5个人。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 specific role， 有一个人是专门 test 你的 marketing 的 skills。他会问，比如说，哎，假如今天我是你奶奶，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在线营销怎么回事？或者说他问你说，我这个产品是一个电动牙刷，你帮我怎么卖？就是有一些这种小小的 role play 的小小的case study。然后另一种可能他会要看的是说你对这个数据分析的能力。这是专门的一个 role， 我们会有一个人专门去 quiz 你的对数据的敏感力。Market sizing 是我们常常会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做这个 estimation 这样的事情。对，我自己其实有碰到过，我现在那个时候还真的很青涩哈，但是当年曾经有人问过，说就跟我聊着聊着说，哎，那你家有孩子？我说对，我有一个孩子，那个时候我还只有一个孩子哈。然后说，那你孩子如果要买钢琴，你觉得现在全美大概钢琴的总体量是多少？不是很有经验，第一次被问到，然后对，就是没有想到他的transition那么快。对，他 marketing 也会问估算的题目，对，这个你要基本上能做到说坐在那儿不需要任何数据，其实你就有一个比较逻辑性的思维方法。这是数字。然后第3点呢，就是 interpersonal。一定会有人问这个问题。明白。常见的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会卡到的就是，哎，跟人合作有没有碰到刺儿头啊？有没有碰到过冲突不可以解决的冲突？你是怎么处理啊？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准备好。media 的问题，对，行为问题，没错没错。然后最后就是 leadership， 对 leadership 也是一个常常会被问到的问题。这个和 PM 的 interview 你觉得哪些地方相似吗？还是有很多不一样。PM 现在大公司面这个行为的比较少一点，当然我知道亚马逊会面一些，Google、Facebook 也会面一些，但是 PM 很多时候讲产品设计比较多。那我觉得 PMM 你刚才讲的很多是讲这个，比如说给你一个产品，你怎么把它推向市场，其实就是模拟了一个 GTM 的过程 ，Go to Market 的一个过程。这个 case 上你来表述你通过什么方式，这个产品你把它推向市场这个事情作为一个 case 来考察你。如果你没有经验，你完全说不清楚；有经验的人就能表述的比较明白。对，很对。好的。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我们一直没有谈到，那就是说，既然 PMM 这么好，既然这么多人都想去，而且是这样的面试的过程 ，PMM 到底它挣钱吗？它是一个这个值得去做的职业吗？还是说比什么都好，就是穷？这个你能说说看这方面的信息吗？对，这个很有趣。我其实自己也研究过这个问题，因为作为一个做了这么多不同 marketing 功能的人哈，我其实有想过说，哎，我想继续往上变成 CMO 吗？还是我想继续就在 PMM 这个行业做？为什么？比如说 digital marketing 很多人都去做，最后其实 digital marketing 他们好像也还不错。但是我个人，因为我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创意性的。哎，我就去做了一个这个研究，其实数字还真的蛮令人惊喜的。你看一下，这是我在 Glassdoor 上去抓来的数据，这是用我们 San Jose area。其实 PMM 的收入相对于其他 marketing 来讲是一直都很高，就相对会高一些。不错，听上去还是对，你知道原因呢？我觉得是还比较挣钱哈。对，它真的其实相对，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就是 digital marketing。我们其实发现 digital marketing 是有一套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学的具体的打法。那么所以一个只要对数字比较敏感的同学，他愿意学，其实他稍稍培训一下，这个工作是相对是可以做到 OK 的。对吧？你当然还有 agency 啊等等，就是本身你的这个 support network 很大，然后你的这个成果好或者不好是比较英文说 cut and dry，对吧？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 traditional marketing 呢，它有
为什么它也不如 PMM 赚得多呢 ？Traditional marketing 呢，这个学校的培训是比较多的，所以相对来讲，你的 supply demand 来说，你的人才是比较多。那 太多人进，PMM 相对是，对，是比较少人可以做，因为这个有点像一个 hybrid，你要就是我们讲要对产品有兴趣，而且还懂，而且你还能把产品，就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葫芦里面茶壶里面放饺子，这样是不行的，对不对？我们 Eng 和 PM 很 busy， 因为要把产品做出来，可能我们这个饺子在茶壶里都做好了，那 PMM 帮你把这个饺子从茶壶里倒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这个怎么讲这个价值的一个增加，对不对 ？Value add。我觉得这个 PMM 挣钱啊，就挣两边钱，就他又挣了 PM 的钱，又挣了 Marketing Manager 的钱，所以他俩都做，俩都懂，所以他挣钱就多，对吧？相对多一点，当然还是不如 PM 厉害啦。PM 如果同学们有能力，不要放弃 PM 的这个梦想。其实 PM 如果一个小公司哈，因为我也对很多 startup 有一些培训，如果你是非常小的公司，其实更常见的是看到第一个 hire 一定是 PM，同时这个 PM 会增加一些 PMM 的职能。对。所以然后这个事情上呢，我的观点就是说，大家要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我觉得，以及适合做的事情。我这个频道讲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科技行业里的职业，其实也是要给大家讲这个事儿。那也许你适合做工程师，你适合做工程师经理，你适合做产品经理，也适合做设计师，适合做市场。其实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也没有这个好或者不好。适合你的就是好的。你如果能在任何一个角色上，你做到一个像这个 Carolyn 呢做总监，对吧？做的这种这种高的职位，那绝对是特别好的，而不是说你做一个，比如说你做个 PM，那我就是一辈子就是一个 PM，那也并没有什么很有意思的地方。所以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做到怎么样呀？特别棒，特别优秀的自己。那最后呢，Carolyn 的优势。对的，Carolyn，你有没有什么人生心法可以分享的吗？哇，这个问题每次问到这个问题都要赶紧要那个严肃一下，因为同学们其实我们走过的路相对要多一点了，就是10多年的经验，所以回头看我会觉得说，哎，我如果20岁，我希望我能做到什么，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想法好了。你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建议大家看长远，不要只看短期的一些需求和困扰。所以第一个就是先找到你生活的 purpose。这个 purpose 呢，不是说不是说像以前讲的，可能有些人可能听说过说，哎，我们中国人说那个江上往来皆为名利嘛，其实不是这个 purpose 不是名也不是利，这个 purpose 是说什么东西让你会觉得说这件事你做很久你也不会累，而且你会觉得当你睡下去想说我为什么 purpose 做了贡献，你会很开心。所以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觉得跟大家建议就是说在你做职业选择的时候，这个我的心法哈，你做职业选择的时候，因为你有 purpose 了，有没有点像那个比如说去爬一个高山，你已经知道这是你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你做的所有的这些choice， 你都要做到一个 choiceful decision， 并且呢不要害怕你做错决定，因为我们可以学，所以就是说一个是要做决定要相对要比较 decisive，但是做完了决定不要后悔。因为是一个很长的 journey，life is a marathon， 对吧？无所谓好或者不好，你再慢慢，只要方向对，最后都可以达到那个结果。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要有自己的 brain trust。一个人单打独斗是走不很远的，一定要有和相关的，并且和你的这个 purpose 相同的人一起合作。这样你可以把你的这个需要做的事情做到更大，这就是说到底就是所谓叫 impact。明白，非常好的一个分享。那我们连续3期的给 Carolyn 的这样的一个采访呢，就接近尾声了。那我们非常感谢他对我们的分享。那我每次呢，我们请这个嘉宾来呢，他们都是用他们的人生经验和他们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职场经验，给大家很多的这个
知识和信息，所以其实是特别棒的，也占用他们很多时间。所以我们每次呢都会提供一个小小的机会，也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或者你有什么事情你觉得你很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对，谢谢 Joe。我因为做 PMM 这么多年哈，我发现在我招 PMM 的时候，我可以找到的华裔的 PMM 的同学呢，相对来讲不是很多。那么本着要为大家，就是帮到大家，让大家在20岁的时候少犯一些我20岁时候犯的错误，那我后来就有去看，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 PMM 培训的资料非常少。所以呢，我就有自己在去年底刚刚给同学们做了一个网上的 PMM 的课，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学习一下。我今天在我们的访谈里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呢，这个就是我的课程里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来上课。明白了。那另一个呢，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来跟我一起分享吧。做 PMM 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物种，有时候是蛮孤独的，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抱团。明白，那你到时候提供给我们一个链接吧。好。对，那个回头我们会把这个 Caroline 的课程的链接的这个二维码放在我们的屏幕上，大家扫码可以去有兴趣看看他的课程。哦，对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频道的观众，你这个课程有没有什么福利呢？对，我们专门为 Big Joe 的观众呢拿到一个特别折扣。当你在注册的时候大写 Big Joe 2020，可以拿到专属于 Big Joe 频道的折扣。好的。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扫这个码，然后呢，在这个购买的时候输入我们的这个专属的为这个频道的观众所要来的这个折扣码，那就可以相对来说呢省一点钱了。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3期以来的这个分享。其实我自己还学到不少东西，所以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也很难有机会能够请到像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Product Marketing Lead 有这样的机会，能跟大家在线上做一个分享。今天蛮遗憾的，就是不能跟你这个面对面的做这样一个交流哈，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因为那个疫情的原因，所以的话呢，美国现在各大地方都已经我们叫做在家封闭了。所以的话呢，我们更多的采取这种 Zoom 的这样的一个在线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从我的频道角度来说，可能我以后还会有这样的形式，因为现在没办法见到别人。不过也很开心，今天这个从家里这个 Caroline 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远程的分享。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记得给我们转评赞。如果呢在YouTube 上你这个订阅之后呢，再点击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那如果是在这个哔哩哔哩上，请大家点赞或者是投币。那如果能3连就更好了。这些方式都可以让 YouTube 和哔哩哔哩把我们的这个好的节目呢，能够推荐给更多人去看。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呢，这个开通了观众群。那请大家扫我们屏幕上二维码的这位兄弟的这样的一个微信，那他呢会加你入群。好，那我们为期3期的对 Caroline 的这样一个采访就到此为止了。Caroline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时间，你最后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都各自保重。那希望我们通过这个云学习的方法继续保持联络。好的，那谢谢 Caroline，那我们下期再见了，同学们，拜拜。